大家好，我是一哥。我们继续来讲本周我们的这个当富二代的爹的这个美股投资计划。呃，在这个封面上我增加了一个 YouTube 这个频道的链接。现在这个链接还比较复杂，希望这个后面能把它改的比较简单一点，因为 YouTube 有一个要求是，好像要达到多少浏览数之后才能改，所以暂时先这个样子。呃，给让那个这里我讲一下我们这个投资计划呢，的目标。针对一些可能第一次看我这个投资计划的朋友。这个目标呢，就是在多个市场的这个波动过程当中啊，获得较为平稳的中长期的较高的收益。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个人的比较涉及的这个投资面呢，相对可能还比较宽。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商品、外汇，还有股票、股指。各方面我都会看。所以说，在这个多个市场的，包括海类的市场、国内的市场，我是指 A 股哈，还有比如说美国的市场，以及其他的国家的这种股市的这个波动，我都会看。所以说，在这个波动的过程当中呢，通过我们这个综合性的来看这个经济的运行可能会获得一些相对平稳的收益。只要它在波动，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些收益。然后在中长期呢，然后只要我们能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收益，然后同时又避免一些系统性的风险，那么我们就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收益会是比较高的。好，我再讲一下我们这个投资计划的，我这个投资计划的这个特点呢。第一个是我们没有确定的收益目标。丰年丰收，灾年守成，靠天吃饭。因为这个投资啊，我觉得确定一个投资目标啊，其实是不是特别的好的。因为你很难讲，比如说，今年这个市场的波动情况好，或者是不好。有时候比如说市场可能连续上涨好多年，10年8年的都有。但是呢，碰上不好的年份呢，那么不光是做趋势的人很难赚钱，可能做波动的人也很难赚钱。好，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只要在灾年我们没有被这个灾害给杀死，只要我们挺过了这个灾年，那么后面我们还是会有比较好的收益。所以，我这个投资计划呢，我觉得比较适合有耐心的普通的非专业的投资者。我们的操作呢，间隔会以周或者月来计算，不会太快。我也不希望自己天天盯着这个盘，也不希望大家天天盯着这个盘。因为这个市场的波动有时候会影响这个我们做出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个局部的波动可能对我们反而是有害的。这是我们的投资计划的一些特点。这个是我的一个免责声明。希望大家看一下。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解的重点。这里有一个比较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是，投资计划呢都有很强的时效性，所以希望大家要关注最新的更新，不建议我们补往期的仓位。即使是现在的价格，如果和往期我们开仓的位置比较接近，或者更低，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大家来补往期的仓位。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想法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或者是根据这个市场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即使它回落到合理的水平，但是我们可能也会做平仓，或者是不再补仓的这种操作。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个一定要关注最新的更新。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计划最近的这个总体收益率曲线。我们这个计划目前使用了30%的资金。是这根绿线相对的这个蓝线是标普500指数的上涨百分比，相对我们那个大概6月22号左右的这个整个计划开始的起点，
现在我们这个计划用30%的资金，我们已经追上了标普500的这个收益率，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的最近的这个势头是非常好的。其实有一点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觉得这个大概是这段时间的这个市场啊，其实发展的也非常快。希望我们能得到更好的收益，同时避免这个回撤。大家看得到，我们在这个计划的初期哈，我们实际上已经避过了一次比较大的回撤，相对 SP500的话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前的资产配置呢，这个资产配置图和上一期稍微有一点变化。变化在哪儿呢？现在这个大宗商品看上去是配置了20%，股指配置了10%，但上周呢，这个大宗商品是配置了10%，股指配置是20%。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呢？因为在之前的这个饼图当中我是把那个就是白银白银是作为大宗商品，这是没错的。但是金矿还有铜矿，因为这两个 ETF 呢，它其实是对应的这个矿产开发商的股票，所以我当时把它放到了这个股指的这个里面。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呢，其实我们之所以买金矿或者铜矿的这个 ETF 对应他们的股票呢，其实主要目的呢还是针对的我们操作的是大宗商品，所以我把这两个又移到了大宗商品的这个范畴里面。所以说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大宗商品占我们资产配置的20%，然后股指呢占我们资产的10%，剩下呢还有70%的现金。当前现金还比较多，但是我也不希望呢一下子把现金都用进去，因为这个现在还不到一个非常激进的时候，所以说我希望呢，就是我们还是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资产的稳步增长比较好。市场呢会慢慢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开仓和持仓的机会，希望大家也不用着急。我们具体的持仓和收益率，这是截止到今天下午美股收盘。前面呢做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当时把前面的这个日期写的不对都写成当天直播的日期了。现在我把这个日期呢改成这个实际开仓的日期，这个可能大家看得更明白一点，也不容易发生误会比如说这有两个白银，那么他们开仓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他们的成本和那个这个数量也有所区别然后但是现价这个是对的都是今天的收盘价然后现在我们比较大的持仓是在白银上面，这个星期白银上涨的幅度非常的大。我个人觉得这个和那个欧洲那边宣布多少万亿欧元的这个补贴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现在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这个发行的货币非常的这个量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消息出来的前后就白银就猛烈的上涨了一把。当然这个也是在我们预期当中，但是这个上涨的幅度真的很大很快然后黄金矿业指数呢，其实基本上这周上涨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但整体上黄金的上涨幅度呢，其实还不是太大。但是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持仓之后这个黄金矿业指数上面给我们创造的收益相当的可观，所以说也是挺不错的。然后沪深 A 股呢，现在在 A 股其实在一个短期的调整的过程当中，目前呢 A 股虽然没有继续上涨，但是也没有明显的这个剧烈下跌。上周有一个下跌，这周基本上在横盘。所以说这周我觉得还是好像这个调整呢，我现在还不太确定这个调整是会继续呢，还是
还是就到此为止了，所以说现在目前还看不太清楚。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 Home Constructor 这个 ETF 啊，最近我持仓了仅仅2周，这个上涨的幅度非常的大，我觉得很快，因为2周时间就有10%的这个浮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有点太快了。所以正常情况下呢，我希望持仓基本上能达到4周以上，就是平均呢，我想平均持仓至少要达到1个月。但是因为这个上涨的幅度比较快，然后标普500，今天的这段时间的这个表现好像都比较呃犹豫，最近2、3周的这个上涨的这个力度啊，好像都比较的不够，所以说，上周五呢，我们在平掉了标普500指数的 ETF，这个是第3行哈，我做了一个划线，到下个月不到下周直播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一栏给去掉，然后在上周呢，我们增加了一个铜矿的 ETF，我觉得这个上涨幅度还比较符合我的预期，就是1个星期大概涨了3%左右，我觉得这个就是缓慢的上涨是我比较欢迎的，也比较适合我们中长期的这个持有。我们进入的位置呢，当然可能不是在一个上涨很出气的位置，但是整体上呢，我觉得风险也不算太大，所以这个我觉得还可以继续持有。目前我们头寸方面的持有的盈利呢，已经平均达到了15.9%，然后我们平掉了一个仓位，现在总体盈利是5%，所以说我觉得以30%的资金达到这个总体盈利，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周呢我们会做比较多的一个操作，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在本周五呢，我准备把这个家居建设的这个 ETF ITB 代码是 ITB 给去掉，因为最近上涨的幅度比较快，这个我不是太喜欢啊。然后我们要做几个开仓的操作。第一个，在明天收盘的时候呢，我准备买入中国金融股 ETF， 这个代码是 CHIX。为什么买这个 ETF 呢？是因为目前中国在金融这个政策方面和金融的这个相对来说，在全球金融的这个环境当中中国现在有一些优势，有哪些优势呢？第一个，他们的现在还有一些正的利差，相对海外国内相对海外有比较明显的利差。然后第二个呢，现在美元在走弱，人民币在升值，然后呢，现在中国的风险资产，包括股票和债券可能都会走强。那么在这个3重优势的提振之下我感觉，所以中国的这个金融股前3周下跌的幅度都相对比较大，这个调整的幅度比 A 股整体的，比如说沪深300指数这些调整的幅度都要大得多，所以说我想买进一点观察一下，然后下一个呢，第二个呢，我打算买入一个欧元的 ETF， 因为最近美元的这个走势相当的弱，所以我觉得就是反向买入一个欧元，对冲一下这个货币的风险。第三个呢，是我打算买入金融业的 ETF， 这个金融业 ETF 呢，包含的是美国的一些银行和那个保险公司这些各种各样的夹在一起的一个 ETF， 股票的 ETF。因为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政策取向上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有利于金融业的这个政策取向，他们的调整幅度呢
也比较大了。然后最近呢有一波上涨，但是这个上涨的幅度呢比比如说这个 ITB 啊，比整个 SP500啊都要落后。所以说我觉得在后期如果全市场还会有一波涨幅的话，那么金融业的这个预期可能会比预期涨幅啊，可能会比其他的这个区域可能要稍微高一点点，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说，目前做这3个开仓的操作，这就是本周的情况。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谢谢。